第一张自拍出现前很久，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就有一个神话，有关对自己的形象过于痴迷的某人。有一个故事说，纳卡索斯是个英俊的男人，他在世界各地寻找爱人，在拒绝了一位名叫艾可的女神后，他瞥见了自己在河中的倒影，并爱上了她。纳卡索斯对此无法自拔，最终溺水死亡。在他死去的地方开了一朵鲜花，我们称那朵花为水仙。这个神话体现了自恋的核心概念被高估，而且有时候有害的自我陶醉。但这不只是一种会出现在问答专栏里的个性，事实上，它由一系列的特质组成，已由心理学家界定和研究。自恋在心理学意义上的定义是一种夸大和膨胀的自我形象。自恋者在不同程度上认为他们更好看、更聪明，而且比别人更重要，于是他们理所应当要有特殊的待遇。心理学家区分了两种形式的自恋：浮夸型自恋和脆弱型自恋。还有一种自恋型人格障碍，它是一种更极端的形式。我们待会儿再回来谈这个话题。浮夸型自恋最常见，它的特点是外向强势和希望得到关注。浮夸型自恋的人希望得到注意力和权力，有时候会成为政客、名人、文化领袖。当然，不是每个追求权力地位的人都自恋，很多人这么做是基于非常正面的理由，比如为了施展自己全部的才能，或者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好。但是自恋的人是为了寻求权力、寻求地位，还有随之而来的关注。而脆弱型的自恋者可能文静且内向，他们对自身权力非常敏感，但是容易被威胁或者被怠慢。对于这两者，自恋最阴暗的部分是经过长时间之后才显现出来的。自恋者容易有自私的举动，所以自恋的领导人可能会做有风险或不道德的决策。自恋的伴侣可能会不诚实或不忠诚。当他们美化自己的视角被挑战的时候，他们会变得愤怒、有攻击性。它就像一种病，得了病的人自我感觉良好，但是身边的其他人却在遭罪。在极端情况下，这种行为被界定为一种心理障碍，即自恋人格障碍。人口中1%至2%的人有这种障碍，而且多为男性。它还是一种只针对成年人进行诊断的病症。年轻人，尤其是儿童，可能非常自我为中心，但这可能是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。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第5版《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》中，描述了自恋人格障碍的多种特质，其中包括自视清高、难有同理心、特权意识和需要被尊重和关注。使得这些特质成为真正人格障碍的是，他们主导别人的生活，并且造成重大的麻烦。试想一下，不去关心爱护你的伴侣或者孩子，你利用他们作为一种获得关注或者尊重的资源，或者假设你不去寻求对于你自己表现的建设性意见，而是去指责每个试图帮助你的人。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自恋呢？根据2项相关研究，是一种很强的基因成分。虽然我们还无从知道究竟是些什么基因参与了其中，不过外在环境也不容忽视。如果家长把孩子捧得很高，则孩子就可能变成浮夸型自恋者；冷酷、控制欲强的家长容易培养出脆弱型自恋者。在注重个人价值和自我推销的文化中，自恋程度也似乎更高。比如在美国，从70年代以来，自恋作为一种性格特质一直在增加。这一时期，不仅自我主义运动取代了60年代对于公共的关切，而且物质至上精神不断高涨。最近，社交媒体极大地提升了自我鼓吹的可能性。虽然需要说明一下，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社交媒体导致了自恋，但是它为自恋者提供了一种去寻求社会地位和关注的渠道。那么，自恋者能不能修正这些缺点呢？能。任何可以帮助自己客观审视自己和关爱他人的事情，像心理疗法或增强同情心的训练都是有效的。难就难在，有自恋人格障碍的人难以不断的自我努力和自我完善。对自恋者而言，从不讨喜的角度进行自我反省是极其困难的。而言，您是否想过，为什么能力欠缺的人反而认为自己能力出众？这种现象被称为达克效应。这段视频能够带您一探究竟，
同时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